1000万消费贷，先息后本，还款10年不急。你以为这是银行救你，其实是他快死了，拉你陪葬。这是2025年中国最荒谬也最危险的金融现象。银行不惜以自杀式放贷方式，拼命把钱塞进每一个还喘气的中产手里。利率战失败后，额度战登场了。额度不是10万，不是50万，而是500万、1000万。贷款期限不是3年，不是5年，而是10年、120个月。还款方式不是等额本息，而是先息后本，你先活着花，死了我们再说。这一切看起来像普惠金融，实则是一场精致设计的金融自爆装置，再把银行、借款人、整个中国消费体系一起推进深渊。2025年初，一场名为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文件吹响了这场信贷狂潮的号角，银行被要求加快放贷节奏，哪怕风险可控只是口号。接着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《发展消费金融，助力提振消费的通知》，把消费贷自主支付金额上限从30万提高到50万，贷款期限从最多5年延长到7年。但银行显然觉得这还不够萌，他们主动把额度干到了1000万，期限干到了10年。比如，农业银行的房抵易贷最高额度1000万元，期限最长120个月；建设银行的房一贷抵押类最高额度300万元，利率仅3%起；邮储银行有享贷、信用贷最高100万元，房产抵押最高500万元；湖南银行乡银房抵贷额度可达500万，消费类贷款期限最长10年；哈尔滨银行房抵消费贷最高额度500万元，最长可贷7年。还有四川泸州农商银行、大连农商银行、江苏农商行、郑州银行、徽商银行，一夜之间，全中国的银行仿佛集体发疯，连老百姓都懵了。以前申请10万还得看脸色，现在1000万随便批，还让我10年慢慢还。别以为这是一场普惠风暴，这其实是银行向中产下的毒誓，我们已经没有未来了，只能靠你们苟到明天。你以为是给你送钱？不是，把你变成贷款奴隶的金融合约奴。北京的孙先生就是被推上战车的中产典型，他股票被套，基金浮亏，不想割肉，于是银行给他批了100万元的消费贷额度，平时不用也没关系，用了才算利息。这听起来很人性化，对吧？但本质是什么？是让你在经济危机、资产缩水、企业裁员的最糟糕时刻，还要被银行用储备金的方式把你牢牢拴死在债务的链条上。深圳的李老板是外贸企业老板，同样拿了消费贷，但用途早就不是消费，而是企业经营、流动资金周转、应酬开销。消费贷和经营贷之间界限已经模糊到笑话的程度。很多中小老板已经绕过严格审批的经营贷，用消费贷替代，一方面利率低3%左右，一方面限制少。但这就是问题所在，银行表面上是扶持消费，实则在隐性扶持企业经营，借此释放存量流动性。也就是说，消费贷变成了假消费、真救命的筹码。这一波千万级消费贷看起来风风火火，实际却是银行体系最后的挣扎。2024年，大陆居民新增中长期消费贷同比下降34.8%，创10年新低。全国居民储蓄高达144万亿元，却没有消费意愿，消费信心指数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。银行零售业务全面萎靡，工行、建行、农行、招行信用卡业务利润大跌，只能靠消费贷冲业绩。2025年上半年，银行不良贷款率飙升至2.1%，但实际隐藏不良远高于此。同期，中国新增社融连续3个月低于预期，信贷投放成为硬性 KPI， 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甚至开会压数。
所以银行才会以房产抵押加长期加低利率加先息后本的形式，尽可能吸光中产最后的信用额度。你借得越多，银行的账面就越漂亮，但你一旦失业，房价下跌，公司破产，就只能跳楼还债。千万别以为这波消费贷真的是在提振消费，它正在变成一场金融圈内默认的套利狂潮。一位广州的中产投资者表示，他申请了300万元的房抵贷，年化利率仅 2.9%， 期限10年，准备先炒一波科创板，再看看房地产反弹。你没看错，银行嘴上说不能投资，不能炒股，但审核材料时，只要资金能名义上用于消费，后续根本无人监管。这些钱最终去了哪里？炒股，2025年上半年，上证指数反弹近 10%， 成交量飙升，背后资金中一部分就来源于消费贷套利。炒房，一线城市以贷买房的假离婚加消费贷组合拳卷土重来，监管根本顾不上查。炒虚拟币和境外基金，部分资金被借壳流出中国，通过地下渠道进入新加坡、香港、美股市场。简而言之，银行为了撑住财报，愿意闭眼放水；借款人为了搏最后一把，敢于越界借钱。这不是提振消费，这是全民借命赌明天。很多人以为这是金融创新，其实早在2017年，中国就经历过一次消费贷小暴雷。那一年，北京、广州等地的大量假消费贷资金被挪用于炒房，最终被监管叫停，银行集体收缩额度，数万家庭资金链断裂，北五环外不少小产权房直接腰斩60%。2025年这一波更恐怖，额度更高，周期更长，监管更弱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是一场以10年为计量单位的金融自杀。先看看数据。据证券时报统计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银行业房抵类消费贷新增规模超过3.2万亿元，同比暴增 79%。然而，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.3%， 且6月首次环比转负。这说明钱贷出去了，但没转化成真实消费，大概率被挪作他用。而更致命的是，这些贷款大部分采用的是先息后本模式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借款人可以在前几年只还利息，不还本金。这短期看似减轻压力，实则像计时炸弹一样，在第6年、第7年，本金偿还高峰来临时，一旦收入下滑，哪怕只跌 10%， 都可能大规模违约。银行最怕你还不上，但更怕你不敢借了。这才是他们用尽吃奶的尽推消费贷的根源，因为一旦你不借，银行没有资产扩张，立马报表难看。可你一旦借了，中断收入就等于你的人生报废。根据中金公司2025年 Q2 的调研报告，中国中产家庭 80% 的可支配资产已经被锁死在房地产、基金和股市，流动性高度紧张。大部分人申请消费贷的理由不是消费，而是腾挪周转。更关键的是，超过 52% 的中产家庭月均负债率已达收入的 60% 以上。一旦遇到突发情况，如公司裁员、股市重挫、重大疾病，将立即面临连锁违约风险。你可能现在还在说，我家房产能抵押，我还能还。但你想过吗？一旦房价崩了，抵押价值缩水，你的贷款马上需要补充抵押物或提前清偿。这是2022年恒大系、碧桂园系暴雷时上千万家庭惨痛经历过的地狱。2025年的这波消费贷，正是把那场地狱复制给了每一个自以为还行的中产。你以为银行疯了，其实他比你更清醒。他知道中国经济无解，知道自己没有明天，所以选择多贷一笔是一笔，骗一天是一天。他不在乎10年后你是不是还得起，他只想今年报表上能多一点利润，
多撑一口气。而你还天真的以为这1000万的额度是你的保障金、自由金，甚至是翻身金。你不知道，这是你一生中最致命的一次信用出让，是你亲手签下的一份死亡债契。中国的银行正在把整个中产阶级变成行走的负债体，一个个贴着还款表，被迫卷入经济系统的齿轮中，无休止地转到爆炸。等这场金融迷局最终揭开时，我们会发现，消费没起来，投资全泡汤，银行全坏账，中产全爆仓。这不是振兴消费，这是一场比房地产还凶残的金融杀局。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在借钱消费，而是借命活着。